我不同意，四儿不能嫁进燕王府啊！这说的什么话呀，大哥？莫不是你高兴过了头，犯起糊涂来了？我清醒得很，只是这门亲事它不能结呀。那你倒是告诉我，为什么不能结呀？这皇宫内院勾心斗角，怎么能让四儿去呢？我看你自己把自己给吓着了吧？是啊，赏花呀，那日燕王可把所有的玫瑰都给了四丫头，真心可见。有燕王护着，她的日子不会差。你们不懂。反正是这门亲事它不能应。哎，这可是有圣旨的，板上钉钉的事情啦。这凡事姻缘，总得讲个父母媒妁。老大，你过来，过来！我看你这么多年在院里闲散惯了，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天高地厚。娘，嫁谁都可以，燕王不行。为什么呀？这个孩子挺好的呀。哎，他来我们府上的时候，你不是也连连称赞的吗？那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他的身份。那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我跟你们说不通啊！大哥，你回来！大哥！哎，母亲，莫生气。大哥，他一直很心疼自己的女儿，只是一时无法面对分离罢了。女大当嫁，他会想明白的。但愿如此。谁家不心疼自己的孩子？可是老大今天的举止，完全跟以前不一样啊！他怎么了？郡主，吃一口您最爱的糕点吧。郡主，您吃一口吧。您如果饿出个好歹来，长公主殿下非杀了我们不可。郡主，还我不吃。我说了我不吃啊！你们都下去吧。烫着没有？你不是说答应我了？为什么赐婚的是姜四，不是我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那姜四他德不配位，那一纸赐婚，就是一道催命符。催命符什么意思？从小到大，我答应你的事儿，哪一件落空了？四儿啊，是爹对不住你。爹若是早些给你找个寻常人家，你便不会掉入皇室那个大火坑里。爹，哪有您说的那么可怕呀？燕王妃怎么会落到你的头上？定然是燕王那个小子在背后搞的鬼，我这就去找他算账去。爹，您现在要找他算账，世人可都该猜疑了。猜疑女儿跟燕王之间是不是早有私情？爹，您先别急，其实燕王是个好人，而且女儿心甚悦之。四儿啊，你年少无知，这好人不代表就可以托付终身呐。更何况他也不是什么老实人，否则的话，怎会连咱们一块儿都哄骗了呀？也不是哄骗，其实他的身份，女儿早都知道了。他不是有苦衷吗？而且女儿觉得燕王的人品德行是可以托付终身的。这日子总归是要靠人过出来的嘛。四儿，你当真觉得燕王他不会负你？他可是皇族啊！他若是喜欢上了别的女人，你到时候就是再哭闹也没有用，连个和离的机会都没有啊！那您看，现在赐婚的圣旨都已经下来了，女儿即便不愿意，那还能怎么样？那便抱病，到时候我悄悄地
把你送出城外，你就是成亲也好，游山玩水也罢，总之活得逍遥自在才是最重要的呀。女儿可不愿意一辈子都藏头缩尾的，女儿只想做自己，只想做咱们东平伯府的四姑娘。爹，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啊！燕王殿下，不，咱们王府什么时候能招几个丫鬟啊？主要是王府比枣树巷院子大太多了，这龙大人一个人有点干不过来啊。那等王妃嫁过来，你不就都有了吗？哎，我这平时战场上握剑杀敌的手，如今却在这擦栏杆。你说这皇家的婚礼，规矩又多，又繁琐，我这四儿不会被累坏吧？哦，您对江姑娘可真体贴。婚房啊，鹅梨帐中香，四儿喜欢，得多备一点。还有这院子里面的陈设啊，都得按照她的喜好重新的布置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海棠树，她喜欢，院子里面得多种一点。好，好，好。这我到时候跟四儿要是有了孩子，男孩就叫要是生了女孩就叫什么？男孩叫什么？哎，女孩叫什么呀？我没听清头。行。阿珂，伊儿出嫁的时候，我来告诉过你。前些日子，伊儿回了娘家，我没敢跟你说。不过她过得很好，你别担心。如今，咱们的四儿也要出阁了，你干嘛非要起来呀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再起来看看，再看看你，安城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不漂亮了？阿珂，在我的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最美的。就你会哄我？当然了，我不哄你，我去哄谁呀？安城，你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。我从来没有后悔嫁给你过。以后呀，你要照顾好孩子们，不要让他们受委屈了。阿珂，你别乱想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只要你在，孩子们一定会好好的。四儿，我答应过你母亲要照顾好你们。爹有一些难言之隐无法告知于你，这也是爹为何不愿你嫁入皇室的原因。阿珂，保佑四儿，千万不要出事。
姑娘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姑娘，你怎么咳血了？姑娘，来人呐！来人啊！让你醒醒！来人！咳血？昨晚为何不立刻告诉我呀？昨夜姑娘只说好困，想着睡一觉便没事了，谁知一直睡到了晌午，后来便怎么叫都叫不醒了。那还不赶紧去请郎中？婢子已经去请过了。那怎么能咳血呢？他是不是吃了什么、喝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你快想想。姜汤，姑娘喝了二夫人送来的姜汤。伯爷，母亲，听说四姑娘病了，母亲过来看看，请大夫了吗？二夫人不要在这里充好人了，姑娘昨夜就是喝了你送来的姜汤，才咳血不止。要不是阿瞒忘了洗这汤盏，怕是连罪证都没有了。确实有此事。你说话呀！姜汤又怎么了？你们怎么冤枉好人呀？母亲，昨天呀，是我屋里的婆子不小心泼了四儿一身水，怕她着凉，所以我特意送了一碗姜汤去寒的。这姜汤怎么了？李妈妈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李嬷嬷先前欺人最是嚣张，从不把姑娘放在眼里，如今倒是转了性，还差人送来沐浴的热水。哪里是转性啊？以前分明就是仗势欺人。不过咱们现在成了王妃，亮太不敢再欺负咱们。姑娘今夜闻的可又是鹅梨帐中香。梨汁融入沉香，这种香气清甜悠远，最适合夜间入梦。四儿，休息了吗？去看看。二夫人，二婶这么晚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来给你送一碗姜汤。刚才呀，我看他神色不对，问了半天他才承认。哎，但是李嬷嬷她也不是故意的，这姜汤是我亲手熬的，你趁热喝了它，去寒气，别落着病了。既然是二婶的心意，那今日便收下吧。阿瞒，不过以后就实在不必劳烦二婶了。哎呀，四儿，我知道，之前呢是二婶猪油蒙了心，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情。那未来咱们伯府还得仰仗着你呀，咱们大房二房得和睦相处。你下了什么毒？我下了什么毒啊？不承认是吧？等一会儿郎中来了，一验便知。你们简直就是冤枉好人！不用验了，你不是说这碗里有毒吗？那我把它喝掉，一验便是。这战儿一时情急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母亲，媳妇儿行差踏错，确实是得罪了不少人。可是我做的这一切，也都是为了东平伯府啊！你瞧瞧现在，连一个小丫鬟，都可以信口雌黄，污蔑我说我要毒害我的亲侄女。母亲，媳妇儿实在是没有颜面再在东平伯府待下去了，请母亲处置。哎呀，行了，起来吧，起来。我说你这个丫头啊，真是着实的不像话，红口白牙的叛污主家。来人，把她拉出去，送进柴房，饿上她1天1夜，得让她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。祖母，我还要照顾姑娘。死丫头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走。祖母，阿瞒也是一时心急才口出狂言，妹妹还在病着，需要阿瞒照顾啊。是啊，母亲，还是让阿瞒留下来照顾四儿吧。咱们这么大的东平伯府，难道找一个贴身的丫鬟照顾四姑娘都找不到吗？说不定啊，就是阿瞒这丫头给四姑娘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才把四丫头害成现在的样子呢。难道我今天处置一个丫鬟，
还要得到你们父子的允许吗？没病为何会吐血？为何睡不醒啊？这对呀，又是吐血，又是昏睡。老大，会不会和当年苏轼得的那……不会的。哦，对了，徐郎中啊，当年我记得也是你给苏轼看的。哎呦，这么一说，确实颇为相似。伯夫人生产后也是咳血昏睡。病势急转直下，前后不过数日，便心力衰竭而亡。老夫也是翻遍了所有的医书，查不出病因。伯爷，你也是将这临安大大小小的名医请了个遍，皆是束手无策呀！不可能！四儿怎会得了跟他母亲一样的病症啊？老夫无能，先告退了。徐大夫，这边请。哎呦，这会不会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？不可能！若真是从娘胎里带出来，那战儿和伊儿他们怎么没事儿啊？是啊，四姑娘啊，身体一向强壮，这次一定是那个阿蛮姑娘没有照顾好。咱们这样，我们移步到前厅，好好商量一下怎么给她医治，别在这惊扰她了。这样啊，哎呦，这孩子，李嬷嬷。赶紧去看着，可别再出了什么岔子。是夫人。什么吐血了？那阿蛮呢？被祖母纠个错，做柴房了。那什么，我先去找云兄，你自己先过去啊。咱是不是有点买多了呀？这么重要的事儿让我委屈他呀？那可不行。明白，江兄，怎么不进去？云兄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妹妹的昏迷不醒。哎，怎么样？热，好点吗？热，这么疼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，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来人，有没有人啊？到底是乡下来的，这伯府的人都死光了吗？一个人都没有。姑娘，这里是伯府，讲规矩的。不是外面那些市井商铺，不好这般大呼小叫。四姑娘还病着呢，说什么死不死的？你还知道四姑娘病着？她病着，你们在她院子里吃吃喝喝，说说笑笑，这难道就是你们伯府的规矩吗？不是你让我们别进四姑娘的身，还说是二公子吩咐的。你这样尽心的给四姑娘侍疾，是不是二公子许了你什么呀？我们二公子风流惯了。你可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马上去打盆热水，你去取些冰块来，还有你马上让伯爷进宫去请太医来。若不照办，下次我手里的刀可不长眼。怎么了？江战没跟我说清楚啊。说是和他娘患了一样的怪病，无缘无故的吐血、昏睡，然后慢慢心力衰竭。我要去请太医，你盯着他。等等，伯爷刚刚送走太医，我见他半夜尽是些庸医，把了脉都说治不了，连药也不开一副。我知道你只想护家人周全，过平凡的日子，但是我只有站稳了，我才能护你的周全。
你上次不是说了你要保护我，要护我周全吗？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再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了？真是，你前几日不还好好的吗？蛇阴草，你是说你中了蛇阴草的毒？蛇阴草能治好你？蛇阴草，世人只知道蛇阴草有剧毒，却不知道蛇阴草还可以解百毒。等我，等我。殿下，郡主胃口大好，送去的饭菜都用了。
殿下还有一事。东平伯府请遍了城中的大夫，仍解不了姜氏的毒，应是时日无多，殿下很快就能听到好消息了。大伙儿都担心你呢，我先出去告诉他们一声。先别去，我应该不是生病，估计是被人下毒了。那你怀疑是谁？我怀疑是萧氏，他先是差人泼了我一身水，后又送来了沐浴之物，最后再送上一碗能自证清白的姜汤。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巧合，像是个连环计。那你是想开始装病，然后等他露出马脚？天已经亮了，咱们就演一出请君入瓮。殿下，真有法子能救四儿的命啊！我之前确实见过相同的病症，可以。我也留步。弟妹又有何事啊？我知道你救女心切，可是王爷他是外男，见女儿的闺房这不合适。这已有婚配的夫婿怎会是外人？救人要紧，无妨无妨。殿下，随我来。不然，真让他去看四姑娘的病，你看他俩急不如飞的，我能拦得住吗？再多问就该生疑了。如何呀？从脉象上看，跟我当年所见之病人一致，时缓时起，耳后颅溪穴有气血瘀滞，症状相同。父亲，父亲，四儿怎么样了？别着急，殿下正在给四儿诊脉，他曾在南吴见过患相同病症之人。可是与母亲当年一样的怪病。确实是那个病，患者会在昏睡中死去，而且他还会时而体热，时而体寒。对，四儿昨日便是此等症状，一会儿寒热，一会儿较冷。殿下可有医治四儿的法子呀？伯父放心，当年的方子我还留着。太好了，四儿有救了，父亲。好啊，多谢殿下。阿朱，你现在去找一些吸汗的帕子吧。殿下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来的正好，我跟你们一起说，都记一下。他这个病症十分的凶猛，用药很是讲究，时辰、火候、顺序一样都不能错。要想让下毒的人钻进这个圈套，这个药方就一定要开得复杂一些。二婶的心思缜密，如果不是弯弯绕绕的，他很轻易就能识破。所以我想，此计至少要分上3步。这是第一副固本，用武火煎1个时辰；第二副清热，用文火煎2个时辰；第3副药也是最为重要的解毒，用清晨的露水为药引，先用武火煎1个半时辰，再用文火煎1个时辰。夫人，毒蛇5步之内还有解毒草呢，莫不是王爷真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？莫非这么巧吗？切莫心急乱了方寸。你派人去海棠居盯紧些，瞧他们是真的在煎药，还是在故弄玄虚。这药真能治四儿的病吗？放心吧，别人我不信，但是七哥我信得过。妹妹手动了。这个贱人居然命这么大，难道这个虞姬真的有治疗之方？夫人莫慌，最紧要的是最后那一副药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哦，对了，跟你们得说一下，第3副方子里面有一味药是我从南吴带回来的，临安根本就买不到。若是出了什么岔子，之前的可就都白熬了。好，放心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，不会出岔子。人在药在，这炉火煎的不是药，而是人心。这药已经煎到第2副了，没有时间犹豫了。只要我们毁了那第3副药，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那丫头。到时候伯父还
还是您说了算。老太太房间新来那个丫头方琴，可是你外甥女。方琴是个胆小的，我怕。怕什么怕？现在都什么时候还怕？下水时辰，待那药煎到一半时，让方琴去。是。咱是不是睡着了？你不是说好了要……这些都是你接的。嗯。姑娘，阿满，你回来了。我家姑娘如何了？殿下，我姑娘如何了？不急。大姑娘还是没醒。老弟三副，开始吧。请君入瓮的最后一步，就是要制造机会，而你的离开，就是给对方机会。大姑娘。老夫人说，大家熬了一夜都辛苦了，特意让婢子来送些糕点充饥。多谢，给我吧。燕王和二公子是在屋里吧？我给他们送进去。不用了，给我就行。燕王有事回府了，替我们谢谢祖母。大姑娘记得吃啊。嗯。夫人，如何？方琴去海棠居探了，于气已经有事离开了。太好了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找几个信得过的护院，同我一同去海棠居。夫人，方琴来报信，说是老夫人昨夜没睡好，今日再补觉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老爷、伯爷也都有事出门了。你们两个在这守着，不许任何人进。若有人问，就说遭贼了。是。搜。是。二夫人，这是四姑娘的院子，您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？哟，什么时候我做什么事情，还得向你禀报了啊？是这样的，阿满姑娘，我呀丢了一个鎏金的镯子。府里上下都找遍了，就差海棠居了。我过来看看，找一找，行吗？上。都吵什么？二婶，妹妹现在在生病，你带这么多人闯进来不合适吧？待妹妹苏醒康复，我亲自陪二婶走。是这样的，二婶丢的呀，是一个祖传的金镯子。是我母亲给我的陪嫁，是我母亲的母亲，我母亲的外祖母，我外祖母的母亲，哎，总之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你说若是在我手里丢了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咱们伯府这么大，人又杂，万一哪个下人手脚不干净，把它拿走了，拿到府外卖了，那我这辈子都找不到了。你放心，我让他们轻一点，不会打扰你妹妹。小声点，搜。不许动！我看谁敢动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动手啊！二婶！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姑娘的药！哎呦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？你看，太不小心了！二婶你干什么？不是我，是他。二婶，你
当真不是故意的吗？难怪我今天起晚了，你竟敢给我下药！这府里上上下下还有谁是你不敢害的啊？母亲，你可不能听那姜四片面之言呀！祖母，幸亏燕王及时发现二婶的阴谋，这才把药物换成了安眠香。那绝对不是什么药品，那只是助眠用的安神汤。你真以为让祖母多睡一会儿，你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的药倒了吗？你先让我昏睡，又毁了侄女的救命之药，这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母亲，姜四他好端端地坐在这里，什么救命之药，这是无稽之谈呐！是啊，母亲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四丫头病完全好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你二婶也是无心之失啊！二叔，打着找东西的幌子，带人去海棠居毁药，差点害了我妹妹的性命，你还说是无心之失？方琦，你给我送的是药还是汤？老夫人明鉴，给我几个胆子，我也不敢给您下药啊！是谁指使你的？说！说呀！下药，姨母，您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敢啊！你若不从，我交不了差事小，我们今后想在伯府立足可就难了。可是，现在是二夫人掌家，你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可万一此事被人发现，怕什么？等老太太醒过来，四姑娘院子里的事儿了了，谁能知道？谁又敢多嘴？总之，这做与不做，你掂量清楚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母亲，这个死丫头，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她明明知道方琴要下药，她还将计就计，她还装病，蒙骗所有人。将计就计，二婶您是承认自己用计了？来人，把他们两个都拉下去，各打20大板。老夫人，冤枉啊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阿姨，四儿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拿自己的身体做局，你让府里上上下下不得安宁。不说别人，就说你父亲，日夜难安。是孙女思虑不周，让您和父亲担心了。我被燕王救醒之后，意识到是被人下了毒，这才继续装病。下毒？你不是生病，是中毒了。没错，给我下毒的人就是二婶儿。阿珂是怎么死的？阿珂与四儿的病症一模一样，如今害我四儿，当年是不是也如此这般害的阿珂？什么？爹，什么意思啊？大哥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伯爷说的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苏可是怎么死的。母亲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是你下毒，害死的我母亲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说实话呀！你好舌的好，是苏克自己命短，他人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，你们账房集体嫁祸于我，你们说我下毒，好，拿出证据来。爹，我患病前夜，你先是差人泼了我一身水，后又送来了沐浴之物，接着再给了我一碗并无毒的姜汤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毒是被你下在木汤里了。四丫头，你说的头头是道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不管是过往还是当下，你们说我下毒，拿出证据来。你听没听说过有一种花，深红色的花瓣，花瓣上有黄色的粉末，溶在水里之后，会泡出一碗非常养颜的汤。我没听过。你没听过？
在我沐浴之前，二婶不就给我泡的是这样的花瓣水吗？这么好养颜的水，我今天也泡了一碗。你让二婶好好试试的。夫人，二婶怎么这么害怕呀？这不过就是清水泡了一些花瓣罢了。莫非二婶真的知道，此花就是那个剧毒？想不到二夫人竟然如此狠毒。若当初我与他多争一分，恐怕下场比那苏柯还要惨。姨娘，要不然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走。母亲，母亲，我为这个家操劳半生，他们厂房泼我脏水。祖母，此事涉及我生母死因真相，这个家要是没人管，那孙女这就上报公堂。咱们找到证据，把此事彻查到底。不能！我去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说实话？你赶快如实招来，难道真要对簿公堂吗？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可能一步错步步错呢？这毒真是你下的呀！阿可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对他下此毒手啊？你以为我天生就爱钻营吗？你们以为我天生就是蛇蝎心肠吗？还不是因为你，因为你们，是你们逼的我，你们才是真正杀死苏柯的刽子手。那一年6月春日宴，您拉着我的手，说与我投缘，让我嫁到伯府当伯夫人。而你呢？你却看上了商贾之女，死里活来的要与我退婚。我们娘家上上下下哪一个不看我的笑话？老夫人，你假惺惺地说要为我筹谋，让我改嫁次子。好，我如你的愿，我嫁给了安谋。我本想安分守己的好好过日子，可是你呢？你又看不上苏柯的出身，明里暗里让我与他争，我争不过了，你还怪我愚钝。苏柯死了，他不正如了您的愿吗？母亲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不许这样说母亲！给我闭嘴！你个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！你嫉妒伯爷奇绝，羡慕长房圆满，你处处拿我生气，让我与那苏柯比。可你何时像伯爷对苏柯那般拿我当正室呵护尊重了？我为你生儿育女，我为你操持这个家，可是你有正眼看过我吗？这个家里的上上下下，有谁正眼看过我呀？我是谁？我有我的名字吗？我是你们手里的棋子，我只能靠我自己去争，我只能靠我自己去抢，我才能得到在这府上的地位。现在多好呀！苏柯死了，长房完了，这伯府上上下下，我来掌家，你不是也得夸我一句，我是你的贤妻？你到现在还在自欺欺人，这毒可是你亲手下的，我娘走的时候还那么年轻。你害我父亲半生郁郁寡欢，害我们兄妹3人从小便没了母亲，受尽苦楚。你也是有孩子的人，你也是位母亲，
你可曾留过半分怜悯？你还我娘性命！你还我娘性命啊！走。我虽恨你们母子，但我也没有杀人之心呐。我也是被人骗了。苏柯当年怀孕，我代为掌家。我本想找个方子，让她身体恢复得慢一点，这样我便可继续做伯府掌家之人。您这儿有没有一种可以让产妇生产完恢复慢一些的药啊？夫人，您算是问对人了呀。这种剑走偏锋的药，您在寻常药铺还真买不到，但我可以专门帮您配一副。只不过这个价格嘛，钱不是问题。这药里面是什么成分啊？不会要人命吧？这药只会让产妇血亏气损，需得调理3到5年才能恢复元气，但性命无忧。按照尤医说的，我把药放进了苏柯擦身体的木汤中，可我真没想到，苏柯生完4姑娘，就得了怪病死了。就这样，相安无事过了这些年，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，没想到数日前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何带我来这里？我们需要你再为我们做件事儿。你说有人骗了你，那你告诉我，是谁指使你杀死我母亲呢？今日的这个局面，我只能丢卒保车啊！如果萧氏不以死谢罪，我便无颜再见母亲还有大哥。他若不死，杜承思便会继续追查下去，到时候恐怕整个伯府都会跟着一起去陪葬啊！舒儿，你是可以理解我的，对吧？二爷考虑的深远。这些年委屈你了。等萧氏一走，伯府上大大小小之事，就要交给你来掌控了。都听二爷安排。好。我是不是应该去雅心院送他最后一程了？二爷得去。
姨娘，父亲让您当家，您为什么看上去并不高兴呀？二夫人当年总是为难我们，能当家我自然高兴。可这么多年，她打理后院，生儿育女，为老爷铺路，可到头来，却落了个自行了断。二爷对自己的结发妻子这样，日后该如何待我呢？于东平伯府二夫人萧氏，受人挑唆，毒害东平伯府大夫人及二女相似，犯下弥天大过，今自裁谢罪，愿众莫与无过责相欠。望女相欠，在之后的日子里可以过安稳的生活。阿珂，这么多年，我终于知道你是怎么走的了。你别怪我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我明知那幕后之人是谁，却无法替你讨回公道，我无能啊！夫人，我来送送你。二爷，夫人她走了。什么？夫人已经走了？不是走了，是跑了。跑了？大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萧氏被燕王救走了。我与你娘琴瑟和鸣，怎能不痛心疾首啊？只是这件事情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杀人偿命，这道理确实不难。此事我不愿深究追查，实是为何府上下着想。爹从未要求过你什么，但如今，就算是我恳求你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！我确实不懂父亲的考量，但是在我心里，母亲的性命是第一位，而且我相信，这世上一定有公平正义，就算是皇族，也绝不会例外的。伯父，殿下，殿下，你帮我劝劝四儿。我理解您不愿家人犯险，但是他想做的事情，我必然会陪着。也罢，那就请殿下保护好四儿，莫要让她受伤。您放心，
我一定会竭尽所能。来追我呀！这里，追不上我吧？快点！来来来，快跑！母亲，你怎么哭了？没什么，母亲就是有点想自己的母亲了。爹，您又喝醉了。然而，爹是不是胆小怕事之人？做梦了。我梦到母亲在责怪我们，责怪我们为什么没有早些给她伸张正义呢？梦都是假的，不能当真。可是我实在想不明白，父亲为什么要这样？难道他对我母亲的深情全都是假的吗？现在明明已经猜到了凶手是谁，但父亲为什么要息事宁人呢？他不是软弱，他是有软肋。你们兄妹3个人，就是他的软肋。难道你也要用这些说辞来劝我罢休吗？不是，我是想跟你说，不管龙潭虎穴，只要你想闯，我陪你一起。谢谢。母亲，江四死了，你会帮我求赐婚吧？难怪今日肯早起陪本宫散步，原来是为了赐婚的事儿。哎呀，我不为别的，就是想陪母亲散散步。你那点小心思啊，都在你脸上了。这凡事若主动去求，都是下策。若能让皇兄自己提出来，方为上策。母亲英明，只要能赐婚，明月觉得都是上策。徐嬷嬷，那是你侄子吧？殿下恕罪，我告诫过他多次了，没事别来公主府。这应是我那侄媳妇近日要临盆，所以不必多言。你就这么一个亲人，照顾些也是应该的。去吧。谢长公主殿下。你怎么来了？姑姑，出事了。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，要不要先禀告公主殿下？不妥，殿下从来都是只要结果不要过程。这些年多少人削尖了脑袋往他身边凑，殿下对我的信任也大不如从前了。这差事绝对不能出半点纰漏。是。
你怎么带我走这儿了？从后门走呢？怎么？姑姑，这里就是了。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啊！哎呀，这地方，你，哎，您可算来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毒轻而易举的就能要了苏氏的命，怎么到他女儿这儿就出了岔子啊？谁能想到，这燕王在南屋的时候见过此毒，他给姜四开了一个解毒的方子，姜四很快就会醒过来了。难道这毒，姐？您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燕王还说，这姜四啊，他就是命大，若是这毒啊在身上一分，他就一命呜呼了。这不，我就把您请过来了，您得帮我想想法子呀。若是事情败露了，我可就完了。慌什么？那便让他中毒在身上几分。徐嬷嬷，又见面了。殿下，你没死啊？徐嬷嬷，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。你竟敢卖我！这是我们南屋特有的咏媚花，遇水生毒，它能使人呕血昏睡，油尽灯枯而亡。这叫咏媚花，是南屋特有的。那看来长公主跟南屋早有勾结啊。但这个徐嬷嬷跟了长公主这么多年，耳濡目染，咱们想要撬开她的嘴，肯定是不容易的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我们。我说还是你有办法，不能用火把。我说还是你有办法。没用的东西。淑哉，没事吧，母亲？没事儿。这徐嬷嬷怎么回事啊？平日里贪睡，母亲你纵着她就算了，明明知道您胳膊有救急，一到阴雨天就发作，全然忘了只有她的按摩才能让您缓解几分。我看她就是恃宠而骄了。好了好了，你吵得我头都疼了。她侄媳妇生孩子要她在那儿干嘛呀？19，在。你去把徐嬷嬷叫回来。你站着干嘛呀？去吧。是。何如啊，能招了吧？哎呦，我早就想说了，你们堵着我怎么说呀？长公主用这南屋的花，先是害死了我母亲，如今又要我的性命。我问你，我们家和长公主到底有什么仇怨？得罪长公主殿下的人，就是你那母亲苏柯。殿下，徐嬷嬷出事了。什么？谁让她生的一副找男人的俏模样？不仅是你父亲为她悔婚，还有驸马崔将军，也都是为了她抗旨拒婚啊！这对长公主殿下来说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我母亲和崔将军，我还以为你们姐妹二人是苏姐姐和崔将军的孩子。崔老板是说崔明月的父亲崔将军吗？父母琴瑟和鸣，情深意重，
母亲既然已经选择嫁给了父亲，又怎么可能和崔将军牵连不清呢？你父亲情深，为了你的母亲，试图尽毁。崔将军为了他与长公主殿下夫妻离心，终成怨侣啊。可你那母亲苏柯呢？她夺人所爱，水性杨花，左右逢源。住口！不许你侮辱我母亲！徐嬷嬷，你交代交代，那个花为什么在长公主的手里？给她止止痒。我说，那南无夫人也有了长公主殿下。此物可助长公主排忧解难。听说南巫极善巫毒之术，我曾看过书中记载，一南巫女子给夫君种上了情毒，从此丈夫便只爱她一人。难道就是此物？那不过是坊间的传闻而已。南巫若真有控制人心的方法，岂不早就是另外一番光景了？那这是何物？能让长公主怀恨之人消失之物。笑话！我堂堂大周嫡长公主，若想要谁死，易如反掌。当然，长公主您地位尊荣，想杀了谁，不用污了您自己的手。我愿意成为您的一把刀，就如此物，能让人悄无声息的死，任何人都查不出端倪。萧氏啊和苏柯向来不睦，我们发现了萧氏要给苏柯下药，我们就买通了游医，把那药换成了咏媚花，就借萧氏的手杀了苏柯。苏柯死了，长公主殿下却未能如愿以偿。崔将军对他更加冷漠了，可那南无夫人啊，越来越得长公主的信赖了。那南巫夫人如今在何处？那南巫夫人十分神秘，每次来都戴着面纱，我怎么知道她在哪儿啊？徐嬷嬷，你知道这个花是个证物，那真要查起来了，那长公主可以推脱得一干二净，但你却不行。你也不想告发你的主子，所以编了一个什么南巫夫人，让我们无从查起。龙大，继续。别抢！我想想。哎，没事，您想。我想起来了。后来，那南巫夫人让长公主帮她入了宫，眼下是长宁宫。长宁宫啊，是皇后的长宁宫。长公主殿下，若是知道我在这儿跟你们说了这些，只怕是我们3个人的性命不保啊！我有一计，你们就当没见过我没来过，就当一切都没发生过，是吗？哎，对，这真是笑话！当我母亲这条命是白死的吗？你们难道还想对付长公主殿下不成？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天真至极呀！长公主是金上最亲的妹妹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别说死的是你母亲，就连金水河失火一案，她死的可都是王孙公子，也只夺了明月郡主的封号。你认为金上能为一商贾之女对妹妹降罪？勾结南巫是叛国罪，最亲的妹妹。你以为金上会徇私包庇啊？长公主殿下那是……夜王姑娘，外面突然来了好多人。长公主私闯王府，意欲何为啊？燕王倒是恶人先告状，先掳走公主府的徐嬷嬷，还敢问本宫意欲何为？19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搜！殿下，救我！
他们把我骗来的，我什么都没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闭嘴！我们走。我杀了殿下！姜思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杀了本宫！来呀，来呀，杀了本宫！来呀，杀了我呀！东平伯府姜思以下欺上，谋害公主，给我拿下！玉姐，是你安排好的，你都谋划好了，想要造反吗？你就不信本宫把你们都给杀了！金上口谕到。欧阳，你在这做什么？你倒是消息灵通，这么急不可耐的赶来救他的女儿。燕王接旨，奉陛下口谕，宣燕王玉瑾即刻入宫觐见。臣领旨。但是要烦请崔将军禀报陛下，长公主怕是不想让本王去见金上。殿下怎么会为难自己的侄子呢？我们走。徐嬷嬷不能走，我已经不和你计较了，你还得寸进尺。徐嬷嬷刚才已经承认了，下毒害死了我母亲。如果你现在和长公主走，她只会杀了你灭口。等等，下什么毒？谁害了你母亲？苏哥当年不是病故的吗？长公主当年因为记恨，害徐嬷嬷用奇毒害死了我母亲。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说了。徐嬷嬷，你实话实说，燕王和崔将军都在这儿，这大周不是长公主只手遮天。老奴该死啊，殿下！他们不知道给老奴吃什么药了，老奴一时失了心智。崔将军，你可不能听信他们的，那样会让你跟长公主殿下失了夫妻情分呐！真是老奸巨猾。徐嬷嬷的话你都听到了，你是信我府上的人呢，还是信他的女儿？我们走。江姑娘，你母亲去世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崔将军，崔将军，崔将军！住手！我们有多久没坐下来好好吃顿饭了？崔大将军军事繁忙，东南西北营地来回的跑，哪有时间来到我府里同我吃顿饭？欧阳，为何说话总是这般带刺？我乃大周嫡长公主，除了我兄长，这天下的男人和我说话都得跪着。你记住了，我不可能像那个低贱的商贾之女一般，费尽心思说好话讨你开心。苏柯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，你竟然还一口一个低贱的辱骂他！我告诉你，在我心中，在这个世上，他是最好、最
高贵的女子。哼！所以我杀了她，这样她不会老，也不会变，永远可以美好高贵的活在你的心。你爱着苏柯，苏柯却因你而死。你要算账，要报仇，不应该只找我一个人，归根结底，还得找你自己。我都与你成婚了，你为何不放过她？为何呀？是他不放过你，他明明嫁作人妇，为什么还要跟你青云观私会？殿下，崔将军一早骑马出了城，去了青云观方向。他又不信什么神佛，去那儿干什么？盯着东平伯府的人刚才来报，说苏柯也坐马车去了青云观。什么？殿下，我们还要进去看吗？走，回府。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那一日是我自己去的青云观，我与苏柯之间清清白白，各自成婚之后从未相见。我不相信，他和你纠缠不清，你们死有余辜。荣阳，你从没信过我，从没信过我。那日，我独自到青云观，是为了跟过去做个了结。真的以为只是因为苏柯，我俩才走到今天这一步啊？难道不是？难道不是吗？罢了，罢了。来，坐下，饮了这杯酒。坐下。饮了这杯酒，前尘往事，便让我们都忘了吧。你要和我和离？都活到这个岁数了，要一纸和离文书有何用啊？饮了这杯酒，就当咱们夫妻缘尽，从此一别两宽。荣阳啊，不要再折磨我了。也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。
我跟你说过，我荣瑶不是对男人摇尾乞怜的女子。这么多年，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我哪一次拦过？既然如此，饮了这杯酒，我俩从此恩断义绝。别喝！父亲，母亲，你要杀我？你要杀我？你还要自杀？你要拿我们2条命去给那个贱人偿命？明月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便没有父亲。母亲，父亲他只是……闭嘴！你若要认他，就不要再叫我母亲。母亲。夫人，来人！殿下，从今日开始，崔氏不得再踏进宫中府一步。将军，请。今日当着你们母亲的牌位，你们姐弟3人再次立誓，绝不去替她报仇，绝不去招惹长公主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我不。妹妹已经查出，就是长公主指使萧氏害死的母亲。此仇不报，枉为人子。逆子！这儿，你有几斤几两？你拿什么去报仇？父亲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们好。长公主权势滔天，您是怕我们斗不过她，丢了性命，对吧？怡儿，你是长姐，且已为人母，最是能体谅此时父亲的心境。今日，倘若是换作嫣嫣出了危险，你会不会拼尽一切去护她周全？为父什么都不求，只求你们姐弟3人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。当年我没能护得住你们母亲，今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们去以身试险。你先立誓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姐，从小你就是最听话的孩子，也最让我省心。爹，你若还执意拼着性命去报仇，今日便滚出这个家门，你的名字我也会从族谱中划掉。我江安城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爹，你还叫我一声爹，便立刻在此起誓。我不报仇，不生事，您满意了吗？
你满意了吗？四儿，你兄姐都已离世，你呢？父亲，您真的以为息事宁人就能平安吗？我母亲当年一再忍让、委曲求全，但是长公主放过她了吗？现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，为什么不能报仇？为什么要让凶手逍遥快活呢？今日这个誓，女儿是绝不会发的。您把我从族谱中除名也好，把我赶出府外也罢，杀母之仇不共戴天，我偏要让长公主血债血偿！你给我住嘴！四儿，父亲，你还年轻，你不知道什么叫权势滔天呐！那长公主深受陛下恩宠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我们如何办得到她呀？匹夫可喊大树，我们都没有常识，怎么知道不可以呢？你要这么做，你能这么做？去告御状吗？你怕是还没敲响的登温鼓，长公主动动手指头就能在你头上安10000个罪名啊？还是说你要去给她下毒，去行刺？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如何得逞啊？四儿啊，为父该怎么说你才能作罢呀？父亲。父亲，我已经没了你们的娘了，我不能再没有你们了。不可呀！父皇，来，老七，咱们父子俩比试比试。好啊。老七啊，司林监的杨监事昨日递上来一个折子，他断言你若与命带孤绝之人合婚，定会克家克国，祸乱大周。父皇信吗？奈何百官信呢？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啊！帝王虽高高在上，但也堵不住悠悠众口啊！老七啊，若遇灾祸，朕不想你再成为无辜顶罪之人。杨监事说的命带孤绝之人，是指姜嗣吧？正是他。可是父皇已经赐过婚了，绝无戏言。杨监事还测算说，崔明月的生辰与姜嗣互补，你若同时娶了他们俩，自会消解本克命。我也问了长公主的意思，她以大局为重，愿把明月嫁与你做平妻。但儿臣不愿意。明月贵为郡主，单论家世，倒比姜嗣与你更相配。父皇心之所向既定，何必徒增烦恼？姜嗣既是初心，亦是归途。老七，你回去考虑一下再答复。儿臣不用考虑了，这就是儿臣给出的答案。父皇若是没有旁的事情，儿臣先行告退。
若是其他皇子得朕恩赐，能同时迎娶2个妃子，怕是笑的谢恩还来不及。真是不识好歹的顽石啊！老奴自知有错，没吃也没喝，跪了1日1夜，恳请殿下宽恕老奴吧。您要是有孕哭症，需要老奴夜夜把您抱在怀里哄着。您3岁前，老奴就没睡过1个整觉，自此就落下了贪睡的病根儿。如今老奴年老了，他们又敲锣又打鼓，不让老奴睡觉，老奴熬不下去，所以才说漏了嘴了。本宫这些年待你如何？这公主府多少人都说你邪恩自重，本宫都睁只眼闭只眼，你竟敢背叛本宫！殿下息怒，老奴只是说了苏克他如何的水性杨花，勾引男人，把他毒死了，那也是他罪有应得。那南屋的事儿呢？那老奴1个字都不肯说。殿下，臣有事禀报。进来。殿下，燕王拒绝了京上的赐婚，不愿娶明月郡主为妻。本宫最欣赏这等痴情人，岂能让他们如了愿？既然姜嗣不肯像苏柯那样乖乖的被毒死，那我们就换个法子。是，殿下。昨日燕王出宫后，还去找了当年司天监的2位大人。还好我们提前处理了那2个祸患。殿下深谋远虑。是不是你说了什么？否则，他怎么会去连夜追奔？老奴跟他的侍卫一不小心就说了20年前都是老奴犯了错啊！殿下，老奴该死啊！老奴罪该万死！殿下，现在死无对证啊！老奴说的话，也是含糊不清。燕王他找不着证据啊，他们不敢去京上那儿去告您的状的。哼，笑话！皇兄子嗣众多，他一个没在宫中长大的，能有什么分量，还敢状告本宫？死无对证，这点你倒是提醒了我。来人！怎么，本宫赐你的茶，你不想喝啊？殿下，您胳膊受过伤，下人们笨手笨脚，殿下如用不惯，会想起老奴来，老奴这辈子就值得了。嬷嬷说的这是什么话？嬷嬷是我乳母，本宫自会多给你个机会。若是昨日你铁了心认定本宫会杀了你而不肯跟着回来，那本宫便真的会让你死无对证。
这杯茶是赏也是罚，若再有瑕疵，本宫便是再行人，也绝不饶你。奴谢殿下不杀之恩。我与徐嬷嬷单独在房间时，她说漏了嘴，长公主20年前就对付过你。20年前，那就是司天监测我不祥之命，和长公主有关。对了，头，今日还收到一封来自灵水萧大人的信。灵太郎江安城，一知情。父亲，你真的以为息事宁人就能平安吗？我母亲当年一再忍让，委曲求全，但是长公主放过她了吗？现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凶手是谁，为什么不能报仇？为什么要让凶手逍遥快活呢？殿下，伯父深夜唤我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殿下请坐。殿下可知，你与四儿之事，我并不赞同。我知道。我本想让四儿过安安稳稳的生活，哪怕这日子过得普普通通，我也不想。我知道伯父不愿让四儿卷入这场纷争，我也不想。还有一事，此事在我心中埋藏多年，从未对旁人提及。这件事情与殿下有着莫大的关系。这20年前，我曾在司天监当值。我知道。我已找过楚大人和萧大人，本不知如何向伯父开口，没想到伯父愿意坦诚相告。既是如此，那我便直说了。殿下并非是不祥之人，恰恰相反，那天晚上我观测天象，乃是大吉之兆。景明3年5月初日，江大人，今晚天象有异，杨剑士命我们替你当值，快下来吧。二位大人，这是我今夜的观象记录，今日可是大吉之兆啊！这时辰还未到啊，江大人当值辛苦了，还请早点回去歇息吧。好，那下官就先行告退了。萧大人，长公主为什么要污蔑一个刚出生的小皇子呢？你知道南疆最近发生了什么？南巫突袭边境，守军遭遇有史以来最惨的败仗。可是这和这个小皇子有什么关系啊？守军的将领是崔旭，长公主的驸马，而且贤妃马上要晋升贤贵妃，长公主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？七皇子不祥，既可以打击贤妃，又救了崔旭，一石二鸟啊！我是真没想到，这长公主为了替崔旭脱罪，为了阻挠贤妃晋升，竟如此轻而易举就改变了我的命运。此事乃是我对不住殿下，只因当年我不敢与长公主为敌，守着这个秘密，连句公道话也不敢讲出口。如今退无可退，当年他们杀我妻子，如今又来害四儿。伯父，四儿也一定不想让你卷入这场纷争。长公主的罪证，我自己去找。殿下，你出生那年的吉凶录便可做。
这个老七就沦为了整个后宫的笑柄。都说他是野孩子，自小在南疆长大，没见过世面，眼皮子浅，没脑子，真是气死本宫了。母妃息怒。母妃，儿臣有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有话就说，别扭扭捏捏的。儿臣瞧着江家姑娘确实有几分能耐，这赏花宴上出尽风头，将明月郡主都比了下去，就连父皇都对她另眼相看。她若是日后忤逆母妃，燕王殿下又偏帮于她，哼，本宫还治不了她了吗？你去趟东平伯府，传姜氏来金华殿听讯息礼。是。禀娘娘，江姑娘到金华殿门口了，说是来给您请安的。来得正好，叫她进来吧。是。本王今日是以都城司司尉的身份来查阅一下司天监的存档文书，还望杨大人行个方便。燕王殿下，司天监历来文书都完整藏于库阁之中，司尉若想查阅，需要出具盖有金上印鉴的调阅函才可以。啊，当然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你上次和甄大人调查秋烈遇刺一案的调阅函吧？此案尚存疑点，需要进一步调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金上赏罚分明，我司天监也肃清了一票涉事官员，不知道司尉还想查什么呢？这调阅函是规定了期限，上尉，那是结案了。没有，杨大人一味的阻挠，有遮掩之嫌啊！看来本王只能向金上如实禀报了。司尉请。多谢。头，我突然有些腹痛。有劳杨大人。执行。多谢杨大人。东平伯府姜氏参见贤妃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江姑娘头一次拜见贤妃娘娘，当行再拜旗手礼。伯府没人教过我。是姜氏疏忽了。参见贤妃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这礼行的，倒也像模像样。谢贤妃娘娘。贤妃娘娘未让姑娘起来，姑娘就该跪着听听。是。本宫听闻你母亲出身商户，东平伯府门第是低了些，可祖上也曾光鲜过，是有爵位在身的，怎的就让你母亲入了门？或者说，你这攀高枝的手段，是你母亲亲授的？贤妃娘娘明鉴，姜氏刚一出生，母亲便过世了。姜氏虽然无福，与母亲朝夕相处，却从旁人的口中知晓，母亲性情高洁，自尊自爱，是姜氏心中的榜样。可要比那些明明在世，却生而不养，养而不教的母亲，要好上许多。大胆姜氏，竟敢含沙射影骂本宫！来人，张罪！你们都是死人吗？放开我！母妃，姜四妹妹第一次入宫，林大人有大量，便饶了她这次吧。若是真将她伤了，七皇子见了定会心疼，只怕会伤了母子和气啊。
出了这口气，本宫怕是等不到母子和气的那天了。林嬷嬷，在。这个姜氏，先是许给了安国公府，又与甄家不清不楚。你可自行查验，替本宫好好查清楚，姜氏到底还是不是完璧之身？贤妃娘娘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王妃，放开我！母妃，您消消气。姜母早逝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是想故意给姜氏机会讥讽本宫吗？多怪儿臣没打探清楚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把他的嘴给本宫堵上！谁敢碰我？燕王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姑娘难道已失了清白之身，害怕被验出来，因此自强威胁？给我上！不许过来！让他们出去！让他们出去！退下！林嬷嬷，先别着急验身，感觉一下你手上的伤口，是不是很疼？而且开始慢慢的变痒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想必林嬷嬷也有所耳闻，在那赏花宴上，我既能识破无痕草，又能让花苞瞬间开放。那我给这花瓶的碎片上抹点毒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想诓骗我？诓骗你，你爱信不信。等到日落之前，如果你还没有解药，那今夜你就会七窍流血而死，而且死相会很难看的。江姑娘，就算我今日受要挟替你遮掩过去，等洞房夜宴还是会露馅儿。我的清白就不劳你费心了。行，我知道该怎么回禀娘娘了。你快把解药给我吧，姑娘。解药先不着急。林嬷嬷，既然你是宫中的老人，那有个问题我想问你。姑娘尽管问，奴婢知无不言。荣阳长公主跟这后宫里头哪位娘娘关系最为亲近？庄妃娘娘，还有嫡皇后。嫡皇后？没错，金荣皇后仙逝后，就是长公主第一个推举她继任的。那庄妃跟嫡皇后身边有没有服侍了接近20年的嬷嬷呢？究竟有多少年头，奴婢哪说得清楚啊？但两位娘娘身边的嬷嬷也都是有些资历的。哎呀，你问这些做什么呀？快把解药给我吧，姑娘！啊，好姑娘。不急，等我出金华殿的时候，自然会给你的。母亲，倩儿，母亲，倩儿，倩儿，母亲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你怎么瘦了，憔悴了？倩儿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母亲，你怎么那么傻，要做下毒这种事情？就是为了争一口气。当年你大伯母处处压我一头，你祖母又明里暗里让我与他争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如今姜氏又被燕王选上，马上要嫁入宫中。如果她真的嫁了过去，那咱们二房还有什么活路？所以母亲，
你好生糊涂啊！我们就在伯府安安稳稳的过小日子，不可以吗？何苦要为难你自己，为难别人？其实当年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算了，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，不提也罢。这些日子也想了又想，我做了那么多的错事，欠你大伯他们家那么多，这债总是要还呢。你劝劝你父亲，让我回东平伯府。母亲就算做牛做马，母亲，伯府，你恐怕是回不去了。父亲说不定已盘算着扶正阮姨娘了。经过这件事情，你是生是死，在他心里都是亡妻了。母亲，可是我在这世上，除了东平伯府，我还能去哪里呀？你还有我呀，母亲。以后，倩儿为你遮风挡雨，不需要别人，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家。那可是四姑娘她，母亲放心，正是四妹妹让我来接你走的。这宫中流言纷纷，都说你魅惑主上，没成想啊，倒是个完璧之身啊。姜思也没想到，娴妃娘娘会受流言左右。我看你是态度，还是不服。娘娘骂也骂了，验也验了，姜思可以回去了吗？你当我这金华殿是什么地方？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来人，去许女则吧，让她抄到服为止。这个家里的上上下下，有谁正眼看过我呀？我是谁？我有我的名字吗？我是你们手里的棋子，我只能靠我自己去争，我只能靠我自己去抢，我才能得到在这府上的地位。我也没有杀人之心呐，我也是被人骗了。浩浩阴阳矣，年命如朝露。真没想到，最恨我的人，给了我这条命，还给了咱母女的安身之处。母亲，咱们记得这份心意便好。若四妹妹以后有需要咱们帮助的地方，咱们第一时间会来帮她。江姑娘，折腾了半日，又要罚跪，又要抄书，真是苦了你了。快给江姑娘把茶水放下。多谢王妃。妹妹第一次罚抄，可能有些不适应。万事开头难，不如姐姐教你。不必了。我当年第一次拜见母妃，也经历过这些。没出嫁前，我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他们事事宠着我，哄着我，哪里受过这样大的委屈？我回到家便哭了3日。如今也盼着有一天能熬成婆母。妹妹，你今日可比我强多了，日后你我一条心，总比一人挨着好受些。齐王妃有所不知，我母亲去世的早，这伯府里头一直都是婶婶当家。我婶婶这个人可真是有趣，明明很吝啬，却非要证明自己很大方。难得送给我们1匹布、1斤炭，也要逢人便说。
恨不得让整个临安城都要知道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是怪我方才没有帮你？帮人是情分，不帮才是本分。姜四感念王妃送来的茶水，也感谢王妃在贤妃娘娘面前替我说话。但是姜四在这伯府里头，整日跟那人前人后两副面皮的婶婶打交道，自然也是分辨得出虚情和假意。贤妃娘娘是明着羞辱我，可王妃也未必真瞧得上我。王妃邀我赴宴，给我安排的是最末席，替我求情，也不过就是装装样子。您这些从指缝里溜出来的善意，跟我婶婶送的那批布、那金炭，可没什么区别。可王妃要用这些，想换取我的真心，未免也有些好笑了。妹妹，你误会我了。王妃刚才不是说了吗？现在有2个媳妇，以后这些苦可不能你一个人担着。那眼下的情形，是否让你如愿了呢？可谁能想到母妃她会发这么大？王妃不必解释了。以后如果你不算计我，我也不会招惹你的。王妃请回吧。妹妹慢慢吵。姜四真的是这么说的？是，奴婢刚刚站在门口，听得真切。这姜四的小嘴到底是怎么长的？他认识张儿媳妇才几日，竟把本宫憋了多年的心里话，竹筒倒豆子一般全都说了出来。张儿媳妇惯是会装，当年他就站在那里，本宫训话头也不敢抬，我还以为是个好拿捏的，可一回府，他就让老太师在陛下面前把本宫告了，让本宫落下了一个刻薄媳妇的骂名。他既说本宫刻薄，那就随了他的意吧。四嫂，燕王殿下，殿下可是来找江姑娘的？唉，今日妹妹可是受苦了。发生了何事？这齐王妃看似温顺，实则心思颇深。奴婢瞧，这江姑娘虽然刺头，倒也是个性情爽直的，不大会兴风作浪。今日您留她太久，也不知这燕王殿下会不会找过来。要不让奴婢早些送她回去？本宫还怕自己的儿子？娘娘自然不怕。这人就是记打不记吃。本宫是做婆婆的，我管他2人是能装还是能倔，都得受本宫的管束。继续熬着他。娘娘，燕王殿下来了。怎么这么快就来了？让他在外面候着。贤妃娘娘，姜四呢？你吃饭了没有？你哪只脏手碰了姜四？殿下恕罪，奴婢。我不打夫人，自己动手。够了！林嬷嬷也是听本宫的命令行事，难道你还要打母妃不成？哪有婆母不规训媳妇的？太后也是这么调教本宫的，本宫也是这么调教你四哥的媳妇的。姜四既然要嫁进来，那就得接受调教。说到底啊，母妃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啊？别再说为了我，弃养我也是为了我妈。姜四在哪儿？
出去。龙丹，你也出去。心疼死我了。你怎么来的这么快呀？都顺利吗？这破地方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听你的，以后不来了。啊，你母妃，贤妃。贤妃，咱们今日拜见过贤妃，明日再去拜见皇后，就不会有人怀疑我们了，对不对？对了，我听说长公主跟皇后的关系特别亲近，就连她当上皇后也是长公主推举的，所以你说他们俩有没有可能是一伙的？要是如此的话，那长公主把南无西索安插到长宁宫，也就说得通了。对了，你去司天监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父亲藏的那本吉凶录啊？气得我正事都忘了。景明3年5月初5，北辰星耀，瑞气腾腾，乃大吉之兆。是夜恭逢七皇子降生，吉庆舒畅，天人和谐，福起圣上之息，天佑大周，国祚绵长。原来这才是你出生时真正的天象。我听父亲说过，这吉凶录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制成的，一旦写上无法更改，十分可信。咱们把这本呈给陛下。不行，这要是呈上去了，长公主第一个不放过来就是伯父了。所以咱们现在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出皇后身边的南无西佐。全大周最漂亮的领带，差点就给打坏了。没坏，好好的。这打的哪是你这脸呢？这打的是我的心。